家好，我是棕榈树。今天邀请我的挚友。大家好，我是芳芳，我是棕榈树的好朋友。好的，我们今天要来改造芳芳的厨房。来介绍一下芳芳现在本人住的地方是什么？是40年的老公寓。哦，对，40年的老公寓是什么？长辈留下来的房子，所以有很多东西都不能动啊。但芳芳已经把它布置得非常温馨，东西很多，但是收纳得很好，这样有点韩式的风格。ins 风格 ，ins 风格，现在不都流行这样子？好，最困扰的像是系统柜啊，或者是木框窗、木框门，虽然说看起来很旧啦，但是就是住起来是蛮宽敞。这次呢，我们就有大一珐琅壁板的赞助，真的是日本原装进口的珐琅壁板。这次就用这个珐琅壁板来改造。芳芳他们家的厨房就是平凡人家厨房会有的样子哦，一般人的家里的样子。我们就觉得啊，放在这个厨房应该效果会很不错，前后对比会蛮大的，希望可以推广给大家。除了放那个珐琅壁板之外呢，还会帮芳芳做一个厨房的华丽的大改造。就现在你们看到它的厨房可能有一些木框跟一些旧式的系统柜啊，那之后我们都会一一的把它弄成你心目中想要的 ins 风格。像 ins 风格，小红书都这样讲。好啦，会期待吗？会 ，Let's go， ，Go。早上8点，师傅已经把锯台摆好喽，家具也做好了防护，用仪器仔细丈量尺寸，最后还穿上了可爱的工作服呢。现场开箱日本原装进口的壁板原料 ，Made in Japan， 品质有保证。里头的防撞棉长得有点可爱。仔细看了一下材质，厚度大约0.4到0.5公厘，底层是高硬度的钢板，表面搪瓷处理的质地，意外的触感很好。现场使用砂轮机切割，再仔细的修边，擦上防锈剂。掉落的铁屑大小长这样哦，清扫上没什么粉尘。空气品质约5分钟内就恢复正常了。贴上专用的强力胶带，紧致贴法，感觉很牢固。再另外补上矽利康，是不是很像在挤美乃滋呢？粘合之后再用铁锤一一敲紧。大片的板子就要用道具2个人一起搬咯，确认插座的位置吻合，然后在边缘再补上矽利康。拼接的缝隙也压上了边条，周围粘上纸胶带固定。师傅收工咯，看看时钟，才过半天而已耶，也太快速了吧。固定要放置2天才可以拆胶带哦。我买了很多这种油漆笔，宣称可以起瓷砖的，要来美化。然后我们后来发现白色的呢，就是不是很好用，没办法补得很满，是很 OK。就是浅灰色的比较好用。这位小姐很努力的在我回家睡觉的时候，把厨房的瓷砖地板给补好了，看起来是不是焕然一新了呢？然后我们有上网买了这个粉红色的贴皮，淡粉色的，它的纹路是有一点十字纹的感觉，是粗糙的，不是平滑的表面，要来盖住这原本的花纹。然后上面有一些五金也是蛮旧的，我要先把这五金拆下来。好，哦，这个贴纸的材质有一点太薄，如果没有2人作业的话，非常的难贴，而且它没有办法很完整的盖住原本的底色，大家要注意哦。再换上我们新买的木头小把手，取代原本已经生锈的红色把手，看起来是不是很温馨又很搭配呢？这个是芳芳指定的哦。好咯，我们今天贴完上下部分大概是长这样，明天再来继续其他的部分咯。
礼物，黄色的漆。拿来大罐子。我们接下来刷油漆，刷油漆，在那个特力屋买了一些漆建组，然后芳芳要负责来刷她的冰箱，然后我会刷门框。我们选了一个很可爱的颜色。冰箱的侧面还算好刷，因为它本身有纹路，但是正面的门呢，非常的难上色。我们其实应该用砂纸磨掉之后再上油漆，但是我们并没有那么做，所以其实我们有把第一层的漆全部的磨掉，再重上第二次才成功。好孩子千万不要学我们哦。跟姐妹一起刷油漆的过程其实还蛮疗愈的哦，边聊天边刷油漆，时间也过得很快。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冷气。好热，热死人了。我们决定使用交叉配色的方式，所以没有贴皮的部分就擦上鹅黄色咯。像下半部系统柜的抽屉也是擦上鹅黄色，这样整体看起来比较不那么死板哦。就好了，然后这个等一下再。好。自己手动漆油漆虽然不是非常的完美，但是还是成就感满满。这是我们今天的成果，看起来是不是已经很有模有样了呢？我们打算把墙壁的瓷砖缝用白色补起来，让它看起来不会那么的老旧。刚开始细细的涂，到最后干脆给它撩落去啊！等油漆干之后，再把瓷砖的表面清除干净就好了。看起来猫咪也非常的喜欢呢。我们总共订了这些磁吸的配件，在厂商的目录上都可以找得到哦。现在就让我们一一的来把它摆设上去吧。然后上面再放到最上面。
现在你看到是第一天我们开箱的样子，过几天再让我们来突袭芳芳的厨房，看她把厨房变成什么样子了呢？磁吸配件的好处就是你可以随时随地的改变位置，把厨房配置成适合你当下的使用情况哦。整整1个星期过去咯，让我们来看看芳芳的厨房现在是什么样子吧。我们可以看到芳芳把磁吸配件都摆设成她习惯使用的样子咯。看样子她习惯使用的模式都是在厨房的左侧呢。依照自己喜欢的模式来放置收纳的物品，完全没有规则，还可以依照现实的情况来做调整。无论你今天只是炒家常小菜，还是过年的时候要准备一桌的大菜，都没问题哦。你知道吗？珐琅壁板啊，不像我所想象的，只是有很多磁吸配件而已。它不仅耐热呢，还抗刮、抗脏污，就算弄脏了，清洁上也很容易哦。重点是还长得很好看呢。磁吸力也非常的足够，就算你直接按压洗碗巾，也不怕整组架子掉下来哦。这个是芳芳第一次自己动手 DIY 改造吗？没错。那你觉得 DIY 改造如何呢？很累。那还会有下次吗？不知道，可能会很久之后。那会不会觉得我很厉害呢？很厉害啊，佩服你。看你用很简单，但事实上自己在操作的时候，天哪！也太累了。这次装了珐琅壁板，你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地方？一开始在要施工的时候有说要在家里面放锯台，那时候就会觉得说会不会就是把家里面弄得粉尘到处都是？那到现场的时候，我是觉得他们都保护的蛮好的，家具们就是防护好，做完也会帮你做好打扫清洁。清洁上我觉得算还 OK， 因为我本来蛮担心你的家具上会有粉尘，这其实都没有。觉得这用起来如何？换了这个壁板之后，我觉得在洗碗、洗东西使用上蛮顺手的。像我本身自己在家里洗手台，其实就有一罐就洗碗巾而已。对，但你的清洗的部分就分得很仔细的，这个对你来说就会非常方便。因为猫咪不能用一般人的洗碗巾啊，以前在放这些东西没有地方放，我还要去买那种支撑式的架子，那个在清洁上就有一点麻烦。那现在这样拿取上面以及就是清洁上都会很方便，而且它耐重量还蛮对，它还蛮耐重，你就可以直接压嘛。对，都不会掉下来，就吸力很重。然后你还有一个那个是消毒，发现沐浴乳架还蛮合它的尺寸。对，所以我就觉得说这样子放还蛮好的，就蛮沉重的嘛，更方便可以直接接到我的水龙头。而且现在市售也很多都在卖这种磁吸式的收纳用品，配件蛮多，配件很多也很好购买，很推荐大家可以做哦。以前我要挂东西，我都会去买那种 3M 的壁贴，如果你想要换东西的时候，你要卸那个壁贴都会残胶，就很麻烦，就没有办法自由移动。那现在的话，你就可以很轻松吸上去，又可以直接卸下来，随时都可以换位置。就今天突然觉得这样子放比较好，你就改位置。对啊，看你心情啊。你想放这就放这，想放那就放那。今天不想看到它，就把它卸下来。反正厨房只有你在用。没错，有啊，老公偶尔会进来洗个手，洗个手。
而且我觉得最棒的地方是，珐琅壁板一贴上去的话，等于有一面新的墙。对，就看起来像漆了一个奶茶色的墙壁这样。而且它那个壁板不是有3个颜色吗？我们就选了那个奶白色。原本以为好像就怕会偏黄，因为你们家都黄光嘛，怕一照怕上去太黄，会脏脏的，对，但其实奶白色还蛮耐看的。不会那么冷。对。像我们改造其他，你有没有什么觉得？墙壁的白色的缝是用油漆嘛？刚开始还想说要细细的，根本没有办法，而且也没有办法一个一个用那个纸胶带粘。那整体来说，你还算满意吗？就是因为还是有一点粉红少女心的，就很粉红泡泡，所以说又弄了粉红色跟黄色这样在家里面，就会觉得哇好梦幻啊！这是我的厨房嘛，就是用起来就会觉得心情特别好。那请问老公有什么意见吗？他就说啊，反正都是你在用，你喜欢就好。虽然当初有说为什么要漆红色，为什么要漆我的冰箱？吓死！而且你都没有事先跟他讲。对，我都没有讲，然后就变这样，所以他有点难接受。除了可以做珐琅壁板之外，有推荐大家 DIY 吗？如果你有心，就可以完成。那您觉得这次的改造算成功吗？当然成功啊！如果大家对珐琅壁板有兴趣的话，这次我们的干爹大一珐琅壁板也有给大家很特殊的优惠哦。只要说出你是棕榈树的粉丝，会给你甜甜价哦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谢谢你们把影片看完，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拜拜！很赞，开启小铃铛。先生没有意见吗？不好说，不好说，不好说。